大家好，我是云飞。前几天开箱红米 Top 4 Pro 的时候，有挺多人注意到我当时戴的这个手表啊，看起来非常的薄，咱也用了蛮久了，就确实挺不错的。这是我新入的一款华米表，华米 Active 2。我正准备给大家出视频来着，那么我也体验了这大半个月了，实际用下来的感受是非常不错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无感佩戴，然后功能全面，颜值还高，还是非常值得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那么点收藏投币，咱们手表系列再次起航。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开箱，来看看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来看看华米最新系列的手表。还是一样的啊，就是大家吐槽的这个外国的一个包装，蓝宝石版本 Active 2，看一下它这个感觉啊，是一个圆表。之前他们这个 TS3 它也是更新了这个灰白的一个版本，也是挺好看的。这个小圆表还挺好看的，说实话，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个小圆表的这个质感是真可以啊。你看，这是它的背部，这是它的正面，待会戴一下给大家试一下啊。然后那个包装里面我们看一下，还是一样的，肯定就是一个充电器，一个说明书。哎呦，它居然有2个表带，它一个皮革的，默认的是皮革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橙色的一个触点式充电器，开机了。OK， 然后它背部也是这样的一个快拆，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新表带，新表带也蛮好看的。可以的。哇，这个外观是真不错。打开一下它的 App， 在这儿，先升级一下。好，我们添加一下新的设备，手表。好，扫一下码。OK， 那允许正在配对蓝牙，允许访问配对。好，这里要确定一下。哇，这是血压，同一遍安装。一来就叫我们安装这个血压的这个软件啊，然后都是一些那个日程的提醒啊。那我们开始完成，然后哦哟，它也有蓝牙电话，然后开启，然后设置一下它的后台保持唤醒。好，完成。那更智能的声音准备程度，更亮的息屏显示。好，就一来就有个系统更新啊，那我们先更新一下。但是它现在一直在提醒我这个日程啊，你看现在它是4月30号的一个日程，我们现在才4月13号，这个我感觉还是有点小问题的。好，等它更新一下。它可以在这上面立即更新，也可以在这里立即更新。我们在这上面点击立即更新。那设备更新中，我看一下这个多少钱？好像还可以哦，才900块。好，固件已经 OK 了。好，系统更新完成。OK。开箱看过的东西我就不重复的说了，它尺寸很小，应该算是42毫米的手表。整体的数据我们来量一下你就知道了，厚度是11.7毫米，宽度是43.1毫米，基本和官方的数据一致。它是真的很薄啊。然后中框是不锈钢，底部的喷漆是类似金属的这种喷漆，但实际是塑料的底壳。然后它的触摸屏是蓝宝石水晶玻璃的材质，这还是非常难得的。它可以提供高硬度和抗刮擦，这就意味着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被钥匙扣和其他的这个硬物划伤。一般来说是只有高等级的表才会有啊。这个华米是真的挺给力的啊。它表圈边缘它有1圈的这个刻度啊，质感讲实在的是真的挺好。然后它有2个按钮，在一定程度上你也可以直接盲操，就比如说打开运动灯的。
底部是支持它升级的新的传感器，具体的型号是这个6.0 PPG 生物识别传感器，然后一系列的传感器也都是有的，加速度计。陀螺仪、温度计、环境光传感器、地磁传感器、气压高度计，这几乎都是全乎的，不像是这个价位能有的东西啊，是真的挺惊喜的。那么外观方面，咱们就到这，你可以看一下我配合它拍摄的一些实际的上手的视频，看看这个效果，然后来给这个外观打个分。是真的佩戴起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啊，它是真的很薄，它有种戴着那个小米手环的感觉。它整体的话，它是边缘是薄一点，然后中间它会凸一点点，就整体的感觉有点像那个鹅卵石那种感觉啊。那么外观咱们了解的应该是比较透彻的了，现在就开始它的详细介绍。为了照顾没有用过华米手表的用户啊，咱们还是稍微详细一点，给大家来一遍。那么咱们开始。好，现在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它。首先第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它的这个 App， 也就是 APP 它是改成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啊，你看它这边有一个概览，它有身心准备程度，然后睡眠活动，整体就非常的现代，比起其他介绍的什么佳明啊什么的，都会感觉会更好一点啊。你看概览里面有这些东西，然后也可以编辑，然后活动是这些，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活动非常的多啊。你看这个活动记录，就这是今天的，这是昨天的，然后这是它的设备，然后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啊，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官方的啊，是官方是感觉是对第三方的这个表盘放得更松一点。现在的话有挺多比较精致的那种第三方的表盘了，你看像这种就非常好看，比起华米之前这个里面的这些表盘来说，是真的是精致了非常多。你看像这种都是免费的啊，这个是华米，应该是华米官方的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种效果啊，都非常的好。然后下面也有推荐，然后目前来说应该是可以，好像据说是可以搜索表盘了啊，但是它这个电量只有26%了。它这个电量我是目前是用了3天就到了26%，当然其中有升级系统，然后有换表盘，然后全天都是开的这个息屏显示，所以它这个会耗的高一点。基本上如果是你和我一样全开的话，然后又有一些运动的话，它可能的续航就4到5天左右。它的这里的表盘是非常的好看的啊，我们就先过一下它的表盘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表，就这个体积，然后这个质感还有这个续航来说，我个人感觉它定位是一个偏日常的，当然它内里是很全能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些表盘都已经比较的现代，而且非常的精致了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有动效的，你看，我们同步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啊，真的挺好的。当然也有很多第三方大佬制作的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民间的第三方表盘，它不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索。这里我们就先简单的过一下，然后我们来到手表本身，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具体有哪些功能。它这个快拆就是比较传统的，就这样的快拆。然后在开箱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它那个表带官方是有2块表带，一个是这种皮革的，一个是那种硅胶的。那下拉是它的这个控制中心，这些应该都比较好理解。我给大家过一下，这个是电量、勿扰模式，然后睡眠模式，这个什么隐私模式，然后这个是日历，这是音量，然后这个是常亮显示，这个是智能的这个亮度，这是系统，
然后这边的话，它是手电筒、蓝牙，然后这个锁定是什么意思啊？长按解锁，长按任意键解锁。OK。然后这是找手机，然后它现在手机是在震动，然后也可以让它发声。然后闹钟，这个是排水，然后这个是它可以连接蓝牙耳机，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的息屏显示了，然后往上滑的话就是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它9:05的话给我们推送了一个身心准备程度，那详细信息，还有身体准备程度优秀，然后体力、精力，然后睡眠心率的这个变异性。然后呼吸的质量，还有它一个温度，它是有温度的啊，它是有温度传感器的。然后最近7天，那 Apple，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一个负1屏，拿支付宝、微信、身心准备程度这些都有，然后心率，然后这个步数，然后闹钟，然后站立、血氧，然后通话记录。OK， 然后这边一直滑的话。它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大家之前如果看过华名表的话，应该都比较熟悉。然后这些的话，我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有的没的啊。然后首先身心准备程度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理解。然后心率、血氧这个就不看了啊，都是可以直接设置全天自动监测的。然后这个一键测量，那我就放这里看看能不能测啊。好，它是可以测的。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有心率，然后心脏健康、压力、血氧，还有呼吸的频率，然后运动，这个不用看了啊，就非常非常多。运动识别它也是比较精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运动识别有哪些啊？健走、室内。跑步、户外骑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多。这个给大家看过了，就是刚才那个运动是真的每天是给我们自动记录非常多啊，然后它也会提醒。灵敏度的话，它标准其实就已经非常灵敏了啊。它会有一种给你一种感觉啊，就是让你觉得你好像一直在运动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这里添加，我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给它一个编辑，就是让它在更前面或者更后面这样子。你看，就比如说我经常打乒乓球啊，那我就找一个乒乓球，应该不在这里，应该是在球类运动，那加进去，然后把它放到最前面去。OK， 那就这样子。然后这个运动界面其实不需要太多跟大家讲。它主要是有一个这个功能啊，就是它可以有导航，然后我的路线，这个待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它和其他的那种专业表一样，它是可以直接导入路线，并且跟随导航直接走这个路线。这个对于户外徒步或者说探险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像这个表的话，它也是可以支撑我们徒步的。因为它的这个卫星定位其实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天气这些就不用看了，然后 Zip 的运动教练，其实这个我个人就比较业余，这个就也不详细的跟大家说，大家可以看官方的解释。然后这个运动记录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真的是全部都是 AI 记录的了，只有1-2个是我自己手动点的。然后运动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的7天它是运动负荷是低。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地貌图资源它是暂时没有下载，然后今日运动这些都不用看 ，PAI 这个大家都有，然后压力、睡眠，然后电话这个它也是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当然它是连接的手机的这个蓝牙，然后会员卡，这是我之前设置的，然后支付宝、微信这个就不用看了，音乐的话，它是机内有音乐啊，也是可以直接播放的。
然后也可以直接连接耳机，然后闹钟、日历这些，其实我就直接跳过了。日历我看一下啊，日历它是这样子的，然后也可以点击进去，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日程，然后卡包设置里面这些东西，其实熟悉的话都比较的熟悉，就是功能都有啊，表盘，这些都 OK 的。然后当然我是直接给大家设置的这个列表模式，因为更方便大家看嘛。然后太阳和月亮，然后指南针，然后还可以计算这个角度。然后里面它有气压传感器和高度传感器，其实就是比较专业了啊。气压高度计，它可以手动输入目前的一个高度。生理周期，这个大家懂的自然懂啊。然后它还有温度计，999啊，它就有温度计了，挺好的，真的挺好的。然后秒表，然后彩妆手机这个刚才看过了，然后倒计时，然后待办事项，语音备忘录，它还能当这个录音机用啊。我们看一下它在录制之后是不是能够退出啊？在录制的时候它没办法退出，我来盖住它。那我们盖住它，其实它现在在录，但是没办法，就是直接回到表盘啊。这个有这个功能是挺好的，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它的这个感觉啊。我们可以听一下，在录制之后是不是能够退出啊？在录制的时候它没办法退出，而且它这个录制的这个音频的质量还不错。盖住它，其实它现在在可以就是当一个小的录音笔，然后番茄钟，开启专注模式，然后专注的时间，这个我个人不怎么用啊，但是大家都比较的习惯这个功能。然后心率推送，这个我也用的比较少。然后心率易变性，就挺好的啊。就这么小小的一个表，然后沉思，然后它还可以血压，还可以测量血压，但是需要我们时不时的去校准。去 APP 里面校准，查看手机 APP。这就是它的全部功能，其实还真挺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外观啊。好，这是它手表的一个全部功能啊。然后回到我们的手机，一个 UI 刚才跟大家讲过了。然后声音准备程度、睡眠、活动这些也跟大家讲过了。然后在运动方面，这里着重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运动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我们查看这个运动的话，它会把我们的这些 AIG 的这些东西都给放进这里面去，这就会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就让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运动，我们就很健康。它至少会让我们这个心态变得更好啊。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功能给关了，或者说把它的那个灵敏度再调低一点。然后设备，表盘商城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和之前一个最大的对比就是现在表盘的质量比之前那个真的要好上一个档次，终于是跟上时代了。然后这些表盘都非常的好看，而且也非常的精致。但之前说我好像在那个胖表哥的群里面看到说能够搜索，但我没有找到在哪里。这是它表盘的这一块，表盘这一块大家不用操心，肯定有非常多好看的表盘给大家下载。然后应用商店这边，就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它在国内卖的没有那么的好，主要的用户好像都是在国外，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应用都是英文的啊。然后你看它支持的这些 app， 那血压是必装的啊，当然这个也只能说当一个参考。然后像其他的什么小游戏啊，然后一些功能性的 app 呀，都非常的多。这应该是目前生态比较好的手表了。它现在有233个小程序，就挺好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它分了一些类，什么运动啊、生活方式啊、效率啊、游戏啊之类的。然后健康监测这一块也可以直接设定手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全开。然后通知这个我也是开启的，但是只是开了这个微信和
短信，然后还有那个拓图的那个打印的啊。然后快捷卡片，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设置它的一个顺序。然后应用设置，比如说电话，那可以设置会员卡，可以设置音乐，也可以上传音乐，直接在这里面上传。然后天气也可以设置我们的这个位置，都很方便。然后地貌图的话，就是在这边可以下载。然后功能性检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些应用通知，然后设备配对优化，然后蓝牙电话、日历、天气这些。然后查找设备。那手表也可以直接这样查找，但是手表没有一个声音啊。这个它其实有那个扬声器，我觉得可以把声音呢也给做进去啊。然后在通用方面啊，系统更新，然后新例关于本机这些，在开发者设置里面，其实大家懂都懂啊，是可以加一些别的开发者的一些表盘进去。那这基本上就是它全部的功能了。那么看完华米 Active 2的几乎全部功能，那么回到我的实际使用感受如何？用了这么久，我有哪些想要和大家说的呢？首先是它的功能很强，几乎我们会用到的所有东西它都有啊，导航、轨迹图啥的也不在话下。好，我们现在来下载一下它的地貌图，先把地图给下载到。我们现在在公园里面啊，我们就下载一个基础的就行了。雪场图，我觉得目前肯定是用不上的。那我们点击下载。然后它在这个时候，它在我们的手表上，它就会有一个是否下载资源，我们选择下载，然后等待它下载就行了。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也有可能是我把雪场图给取消掉的原因。好，它下载完成之后还要解压一下。OK， 好，开始徒步。这样我们就直接用语音，开始我们的这个徒步。然后在设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运动辅助，还有导航。这个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导航。然后它这个定位也挺快的啊。导航这里我们选择我们刚才加进去的这个5星公园的一个路线，我们选择它，然后使用路线。这个路线就已经有了。那我们选择开始。开始运动。它和常规的这个运动不一样的是，它上面是有这个导航的。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跟着这个导航走。这在户外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特别是在走一些徒步路线的时候，有的地方它甚至连这个手机信号都没有，这个就是能够救命的啊，而且能够正确的沿着这个路线去走，而且不会损耗我们手机的电量。那我们简单走一下，看看它的这个导航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导航。那它现在告诉我们向右后方转，右后方应该是这边。那它就这样，距离佳明和高驰那种，我感觉还是稍微差一点啊，但是至少有，对吧？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它会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手表进行一个非常明确的提示。这还是挺不错的啊！就对于一款这样的手表来说，它有这么多功能，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这些都是它非常 nice 的优点。然后还有离线语音，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语音去控制一些很常用的功能，响应速度也很快，这些都很好。之前我测试华米手表的时候有提到过，它的智能检测运动它很灵敏，在这一代我感觉它的检测似乎因为传感器的提升更激进了。就是我们看这个运动记录，可以明显的看到几乎是记录了我的全部运动，这就是在外面骑个电瓶车，它也会准确的记录到。它使得我有种错觉，就是我运动了好多，但同样的也会让这个原本存在感很低的手表莫名其妙的就会震动一下，然后询问你现在是否要记录一下你当前的这个运动。当然你不理它的话，它也会自动的记录。
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就和我一样就选择开着；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调低灵敏度。至少在我这标准是非常灵敏的。而且你在运动完成之后，它还会给你一个心率下降的提示，这就挺好。功能我都是很满意的，它超出了我的预期，外观也很好。但它还是有2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体积里面，它的这个电池容量注定是大不了的。它的容量我们看了一下，只有270毫安。这在我的重度体验加全开检测、全开运动检测、屏幕智能显示的情况下，它是只有3天多一点点的续航。现在是4月29号晚上7点40，它的电量目前是96%。现在是5月2号早上9点多，然后它现在的电量是4%，那4%，基本上就是4天，非常重度的一个使用啊。它是可以的，然后稍微轻度一点点，它应该就5天重度使用，完全没问题。然后如果你那个检测什么的稍微关一关的话，那应该就是1个多礼拜。而另一个就是它第3方运动软件的支持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支持的软件它有悦跑圈、咕咚、马拉、郁金香运动，不算全，而且没有 Keep。但好歹有其他的第3方了。像我这种经常换手表体验使用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可以集合所有手表数据的 App， 它就很难受，数据东一家西一家，而其他方面就没啥了。综合这个价格999，它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就挺不错的，国补下来是849，它既可以日常百搭，也可以运动硬核，是真的很全面，就挺好的产品。然后现在应该也挺火的，买过的用户可以来评论区反馈一下你们实际的使用感受，这些反馈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后来的朋友，也会让我们的视频更加的完整。希望这个小小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